他伸手在蓝忘机的额头轻轻弹了一下，蓝忘机捂着自己的额头抬头看他，始作俑者丝毫不愧疚，反而笑嘻嘻地看着他，道：“答得好，天底下就韩光君和夷陵老祖最好看，还有跟韩光君长得一模一样的泽无君，哈哈哈哈。”他笑得太猖狂，太持久。蓝忘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向后一扯那条绑在一起的手，魏无羡猝不及防，被拉倒在地，鼻子狠狠撞上了蓝忘机的胸膛，顿时酸出了泪水。他撑着地板想从蓝忘机身上爬起来，顾不得眼角还有泪水往下淌，突然听见身后的门被人拉开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韩光君。靠！魏无羡生无可恋地倒了回去，有气无力道：“金陵别怕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二人合力，总算是把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手解放出来。蓝忘机从把魏无羡拉下之后就变得安分得很，乖乖地看他解开抹额、捋平，再重新给蓝忘机戴上，看他一时半会没有清醒的意思。魏无羡索性给客栈又续一碗，把蓝忘机拉直了按在床上，留下一张龙飞凤舞的字条，才算是放心地拉着金陵走人。等出了客栈，他才发现已经到了夜晚，难怪蓝湛那么老实，怕是亥时将至，困了。魏无羡揉揉自己酸麻的手腕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金陵，他们蓝家人醉酒都这么吓人吗？”金陵也是一脸古怪，道：“别人我不知道，思追不是蓝家人，他酒量还不错的，蓝景怡喝醉也挺可怕，但没一个喝醉了要解自己抹额的，那就是正常现象了。”魏无羡回忆了一会儿，还是嘟囔道：“那蓝湛还是别喝酒了，让别人看见韩光君的名声往哪搁呀？”金陵更加纠结了：“韩光君从不喝酒的，怎么可能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他今天就是想喝酒才跳上来的。”金陵还想说什么，余光却瞥见一个人，他转过身，一脸震惊。魏无羡跟着看过去，诧异道：“温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岐山温氏剩下的人应该都在不夜天岐山就职，收缴一切仙气，安分守己的在自己的1亩3分地里活着。温宁一脸风尘仆仆，看来是一路狂奔着赶来的，此时有些窘迫，努力地扯起两边的肌肉想笑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我听见魏公子的笛声，他道，然后我姐姐就催我过来了。他急切道：“魏公子，你回来啦？”魏无羡上下打量他，虽然穿得简朴了点，但看起来一切都好。他道：“意外，我也没想到。”江厌离对他讲过温情温宁的后来，在他走后，乱葬岗上的人彻底失去了保护伞，温宁白衣被他的血染成红色，在他的命令下一路冲回乱葬岗。等到最后的任务执行结束后，温宁彻底失去了行动的力量源泉。温情坐在乱葬岗上不眠不休3天3夜，最终穿上家袍，带着温宁，一脸决绝地走上了金陵台。江厌离说，那位温姑娘一身风尘，满面风霜，腰背却是笔直的。她站在金陵台上仰视他们，眼睛里却有不熄灭的如太阳般的火。她指天指的指心，把在场几乎所有人都骂到无地自容。她说，魏无羡做过什么？欺压弱小家族，铲除异己。他不过是袒护了40余个无家可归之人，便要被如此恶意揣度。可在座那么多人，有曾经的我的同僚，也有曾经帮助温家灭族之人，现在却在这里对一个死者满口恶言，难道不觉得讽刺吗？我有罪，是因为我姓温，却不是因为我曾经杀过什么无辜的生命。魏无羡有罪，是因为他强大，因为他和你们都不一样。温情说，你看看金陵台上他的血，尸骨未寒，你们不觉得羞耻吗？此番大闹之后，场面彻底失控。温情带着温宁，举着阴虎符慢慢走下金陵台，回了乱葬岗。再后来，在几家商议之下，最终还是决定留下他们的性命，全体迁往不夜天就职。姐姐会很高兴的。温宁说。魏无羡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还是暂时不去见他了。知道你们都很好，这就够了。”温宁敏锐地感觉到什么，道：“魏公子，是不是？”魏无羡耸耸肩，道：“跟你们没关系，只是我不能离开这小子多远，况且都那么久了，也许我回去露面，
并不是一件好事。离开我，你们也过得很不错呀。他笑道。温宁道，但大家都很想你。魏无羡一愣。温宁说，魏公子，如果有什么理由不便回去，那就不回。如果哪天你想回去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，不夜天上，现在还会种土豆的。魏无羡眨眨眼，捏了捏温宁的肩膀，轻轻点头。三人并行一段，等到拐向金陵，温宁就主动离去了。魏无羡缩回银陵里，跟着金陵玉剑回到金陵台。而此时天色已经开始发亮了。你的作息这2天算是彻底乱了。魏无羡叹了一口气，你们家藏宝阁在哪？你找我们家藏宝阁干什么？金陵问，伸手给他指了方向。